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鲍相杰是南马庄子村刚上任的守夜人，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做村里的守夜人的。村长把好话都说了个遍，并且还答应每个月多给鲍相杰200个铜钱，鲍相杰才勉强地答应了。鲍相杰今年20几了，父母双亡，还没有娶到媳妇。他胆子很大，经常半夜从有钱人的坟墓处偷祭品，所以说他是最适合做村子里的守夜人了。而鲍相杰之所以拒绝当守夜人，全都是因为前一位守夜人屈墨死的是太突然太离奇了。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清晨，天空还没有鱼肚那么白，月亮还在尽职尽责地挂在天上。早起收粪的康老汉远远地看见一个白花花的东西在前面的一堵墙处有说有笑，搂着空气亲吻着。康老汉吓得是浑身直发抖，大叫着便被吓跑了。这时那个白花花的东西闻声转过身来，看见了康老汉，仿佛突然醒了过来似的，他也立马大叫了一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刚跑出没多远的康老汉忽然听起来那个声音像是村里的守夜人屈墨的声音，他便立刻犹豫了一下，哆哆嗦嗦地转过身，犹豫了很久，然后才上前去查看。借着比较明亮的月光，康老汉看清楚了，那个白花花的东西确实是守夜人屈墨，只是那屈墨却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看起来是相当的不雅观。屈墨，屈墨，你这是怎么了？康老汉不禁胆战心惊地问道，而那屈墨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康老汉想着大家怎么都是一个村的人，即使自己也非常的害怕，但还是抖抖索索地仗着胆子看了看躺在地下的屈墨的情况。只见那屈墨脸色苍白，就如同纸一样，双眼圆睁，嘴唇青紫，浑身上下就好像被抽干了血一样，他已然是断了气了。康老汉被吓得差点就晕倒了，他便大声地喊起来，声音几乎都变了，快来人啊，屈墨他死了。不一会儿村长就来到这里，看到屈墨的死状，简直是吓得要死。他于是便赶紧派了一个年轻人去县衙报案。都快下午了，就见一个捕头带着几个衙役懒洋洋地来到了南马庄子村。刚进村，几个衙役便都说饿了，没力气查案了。于是那村长便不得不给他们安排好酒菜。等他们全都吃饱喝足之后，那几位县府的人员才开始了工作。他们厌恶地看了屈墨的尸体一会儿，然后又把康老汉叫过来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们几个人便把康老汉带走了。据他们说是康老汉杀了屈墨，说他是贼喊捉贼。在场的人看着眼前一个驼背胡子花白的老头子康老汉，他那样子简直是走上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再看看那躺在地上的屈墨，他又壮又高，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村长暗暗的后悔让人报了衙门。村里来的那几个衙役虽然尽力地招待着他们，但还是很挑剔，要么是菜不够丰盛，要么是酒不够醇厚。但结果他们却只是简简单单地看了一下屈墨的尸体后，逮捕了康老汉，并宣布此案已破。他们是想把那康老汉带到衙门里去好好拷问一番。村长上前去说情，偷偷地给他们塞钱，这才把那些个瘟神给打发走。送走了那几个衙役之后，村长也没有能力查出屈墨的真正死因，便只好想办法把屈墨埋了。守夜人屈墨死得太离奇，所以村里便再也没人愿意接手屈墨做守夜的工作了。村长想了想，鲍相杰是孤身一人，家里很穷，最重要的是他胆子大，是做守夜人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所以便多次找上门来。最后还是让鲍相杰接手了屈墨的工作。鲍相杰是一边观察一边工作，
接连观察了5、6天的时间，结果却是什么也没发生。于是渐渐的，他便把心放回了肚子里，不再像一开始似的那么害怕了。转眼10天过去了，中秋节就要到了，人们几乎都忘记了驱魔的事儿，全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过节。而那鲍相杰独自一人，感到有点孤独，所以也没有什么心情过节。于是他便在家里睡着了。他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人敲门，鲍相杰便很不高兴地打开了门。开门之后，他的眼睛不禁睁得大大的，只见有一个15、16岁的姑娘站在了他家的门口。那个姑娘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浓眉大眼，高鼻梁，红唇，尤其是眉角的红痣，更是为那个姑娘增添了不少魅力。而鲍相杰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动人的女人，他不禁惊呆了。你找谁？好一会儿，鲍相杰才惊讶地问道。大哥，能不能让我躲一会儿？那姑娘看上去吓坏了，恳求着鲍相杰。你是谁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那个姑娘长得很是漂亮，但鲍相杰并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便十分警惕地看着那个姑娘，用力地堵住了门，不让她进来。他不愿意因此而惹上麻烦。大哥，让我先进去吧，等一下他们会来追我的，到那个时候我可是就没命了。那个姑娘是流着泪恳求鲍相杰。看到鲍相杰好像是在犹豫不决，那个姑娘便不管37、21了，便从鲍相杰的嘎吱窝下钻进了房间，转身催促鲍相杰把门关上。当那个姑娘从鲍相杰的嘎吱窝经过时，鲍相杰便闻到了姑娘家特有的香味，于是他便深吸一口气，犹豫了一下，关上了门。那个姑娘进屋后便紧张地到处寻找着藏身之处，她是左顾右盼，很快看到了鲍相杰家的柜子，尽管里面是又臭又乱，她还是很快就钻了进去。鲍相杰心里面有点担心，害怕眼前的这个姑娘会连累自己。过了一会儿，便有几个人经过鲍相杰的家门前，高喊着可不能让那个紫薇给跑了，如果要是抓住她的话，一定要揍她一顿。看到她就是往这个地方跑的。一会儿功夫，她去了哪里？渐渐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便慢慢的消失了。紫薇姑娘便从柜子里出来了，她脸红了，是在柜子里面憋的，叹了一口气说道：哎呀，简直是要臭死了。鲍相杰一听她的脸便一下子就红了，而那个紫薇却是一个很勤快的姑娘。当她看到鲍相杰的房子里特别乱的时候，她便开始给鲍相杰打扫起了卫生。而那鲍相杰见状却感到非常的尴尬，而紫薇却含着眼泪说道：大哥救了我一命，紫薇没什么好报答大哥的，所以我只能帮你收拾一下房间，请不要嫌弃紫薇做得差。鲍相杰摸了摸自己的头，说话有点不清楚，没有，我哪里敢嫌弃呢？紫薇做事的效率是真的很快，不多会儿便把鲍相杰的房子收抬的是相当整洁干净。鲍相杰还被那个姑娘派去打水了，他想帮鲍相杰洗洗被褥和衣服，天气如此之好，一天就能晒好了。自从母亲去世后，房子就没有这么干净整洁过。鲍相杰便急忙去打水，鲍相杰挑了几趟水，帮着紫薇一起洗，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把她所有的被褥和衣服全都洗干净了。洗完之后，还一件件地晾在了竹竿上，散发着皂荚的香味，闻着很舒服。鲍相杰又烧开了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遍，然后穿上洗好晾干的衣服，他便感到非常的放松和舒适，并一再地感谢着紫薇姑娘。紫薇却抿着唇笑了笑，脸上露出了2个非常好看的小酒窝，是更加漂亮和可爱了。而那鲍相杰呢，此时却忍不住地看着他。这个时候太阳渐渐地下山了，而那紫薇却始终也不提走了，接下来却赶紧开始准备做饭了。鲍相杰不好意思站在一边等着吃现成的，
所以他便赶紧过来帮忙。紫薇的厨艺真的是不错，那些简单的食材经过他的手熟炒后是特别的爽口。吃完了晚饭，紫薇又忙活着洗碗和刷筷子，鲍相杰就要出去守夜了。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想着自己要跟紫薇说上几句嘱咐的话，晚上把门关严，他会在天亮前回来。但是他却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哎呦！鲍相杰突然喊了一声，醒了。他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床上，他只是做了一个梦，一个漫长而又似乎很真实的梦。鲍相杰看了看外面，天已经非常的黑了。他想自己居然睡了快1天的时间。鲍相杰便遗憾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刚才梦中的一切是那样的美丽。在房间里看了几眼后，他却惊呆了。他看到自己的家真的很整洁干净，衣服被褥都是皂荚味。此时的自己也不觉得饿。当他再次审视自己全身上下时，他是感到无比的轻松的，而不是过去那凌乱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身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是梦的话，那又如何解释家里和自己的变化？如果不是梦的话，那个勤劳美丽的女人又去了哪里？鲍相杰疑惑地走了出去。这时明月已经挂在了天上，许多人正在外面欣赏着15的月亮。出门后，他遇到了他家邻居刘大嫂。刘大嫂夸赞他说：“你今天真的是很勤快呀，嫂子，我看见你进进出出的，是又挑水又晒衣服晒被子，除非明天有人来和你相亲。”是的，鲍相杰今天简直就是一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人，但是你却好像哪里有一点不对劲儿。你只是自顾低着头使劲地干活，却不和任何人讲话，你那2只耳朵好像被堵住了似的。常大娘笑着说道。鲍相杰听他们这么一说，很是惊讶，也有点尴尬。他不知道如何向大家解释这件事，只是咧嘴笑着，不停地向他们道着歉。鲍相杰走开了，却依旧能听到那些大娘和嫂子们在背后谈论着自己，也许自己可能在梦游。鲍相杰心想，如果不是梦游，那如果是真的话，那该有多好。如果我有一个像紫薇那样的好媳妇，我宁愿少活10年或20年。打了3次更了，已经是午夜了。望着天空中又圆又大的月亮，想到满月其实并不远，鲍相杰不禁叹了一口气。月亮似乎知道鲍相杰的悲伤，悄悄地躲到了云层里，周围顿时暗了下来。鲍相杰裹好衣服，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树后响起一个声音：“大哥，你辛苦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几乎把鲍相杰吓了一跳。他回头一看，原来竟然是紫薇。紫薇，你为什么？你怎么来了？鲍相杰既惊讶又高兴。大哥，首先请原谅紫薇的不辞而别。紫薇从树后出来，向鲍相杰行了一个礼。那么，所以我不是在梦游。鲍相杰是高兴的结结巴巴的了。大哥，你为什么这么说？白天紫薇是受大哥庇护，直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请再接受紫薇的一个礼吧。紫薇有点娇羞地说道，接着又向鲍相杰行了一礼。鲍相杰一看是高兴极了，他嘿嘿地笑着，把双手稍稍举了起来。他是想着去扶一下紫薇，但他也很害怕自己的唐突惊扰了眼前美丽可爱的紫薇姑娘。这时紫薇姑娘突然间变了脸色，说道：“有人来你这里了，大哥，我先走了。”说完，紫薇姑娘便一转身就躲在了树后，消失不见了踪影。鲍相杰，鲍相杰，你为什么在树下睡着了？鲍相杰吓了一跳，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而站在他面前的却是村长。我刚才睡着了吗？鲍相杰感到很是惊讶。我叫了你好几次，你都不理我，还打呼噜呢，你怎么没睡着？村长微笑着说道。但是，鲍相杰想说他刚才只是在和紫薇聊天，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
自己睡着了还能和别人聊天，谁会相信你？没事的，快天亮了，赶紧回去吧。天气越来越冷了，晚上不要睡在外面，着了凉就不好了。村长很关心地对他说道。那我就跟村长一块回家。鲍相杰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树的背后，站起身跟着村长回去了。村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鲍相杰问道。不都是因为那个杜梦娘的事吗？杜梦娘还没解决吗？鲍相杰奇怪道。这不是昨天县令给我叫了过去，说杜家一个不小心让杜梦娘的姑姑跑出来了，想在县衙里寻死，影响很坏，县令让我去劝劝她，毕竟那杜梦娘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村长说着叹了口气。鲍相杰沉默了半晌，也叹了口气，说道，他们都是可怜的人呢。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话。鲍相杰的家很快就到了，守了一宿的夜了。鲍相杰到家胡乱洗漱了一下，又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着了。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这时又有人敲门，鲍相杰便揉着眼睛去开门，门口站着的便是那个紫薇姑娘。大哥，我知道你辛苦了一夜，我来给你做饭吧。紫薇姑娘面带微笑，卷起袖子去了厨房。鲍相杰一见便急忙拦住了她。等等，紫薇姑娘，你到底是谁呢？你怎么神秘兮兮的？那紫薇姑娘一听这话，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立刻红了，说道，大哥，紫薇不想在别人的面前出现，所以便躲起来了。没想到大哥却误会了，你为什么要躲起来？昨天找你的那些人到底又是谁？鲍相杰想知道。说实话，大哥，那些人是管我父亲要债的。我父亲喜欢赌博，当他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的时候，他便卖掉了家中的房子和田地。当所有的房子和田地全部都卖完了，我父亲就又开始卖人了。我母亲被卖了，我父亲他又打起了我的主意，想卖掉我。紫薇说到这里已经是泪流满面。我父亲想把我卖掉，把我卖给妓院，我是才跑出来的。听了这话，鲍相杰的眼眶不禁红了。紫薇姑娘也真的是太可怜了。好了，不说那些了。而那紫薇姑娘也是个爽快人，她立马擦了擦眼泪，笑着说道，大哥，我给你做饭吧。又吃了一顿热腾腾的美味饭菜。鲍相杰恋恋不舍的不想紫薇再离开了，便说道，紫薇小姐，要不你先住在我家避一避，等事情结束了再说吧。紫薇的眼圈又红了。大哥你真好，紫薇会藏得很好的，绝对不会连累大哥的。鲍相杰亦会意的连连点头。这个时候，外面突然有人喊鲍相杰，说他是给鲍相杰送吃的东西。鲍相杰便应了一声，结果他却发现自己又在床上躺着呢。然而仍在桌上的筷子让鲍相杰觉得他可能在吃完后便睡着了。外面有人来，紫薇一定藏起来了。于是鲍相杰便打开了门，原来是隔壁刘大嫂子。鲍相杰，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好的厨技了？整个房间闻起来都很香，你在煮什么？刘大嫂子递给鲍相杰一碗粑粑，笑着问。刘大嫂给鲍相杰送来的那碗粑粑可是一碗喜粑粑，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一般家里要办喜事的时候，会给邻居送一些粑粑，表示邀请大家吃喜酒。刘大嫂进屋后便好奇地东张西望，鲍相杰赶紧掩饰道，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正常的家常饭而已。刘大嫂也没过分的在意，拿着鲍相杰还他的碗就走了。当看到刘大嫂送来的金黄酥脆的粑粑时，鲍相杰想一定很好吃，于是他便叫那紫薇姑娘出来吃。但是紫薇姑娘没有出来。紫薇姑娘，不要害怕，刘大嫂已经走了，这里再也没有外人了。鲍相杰低声说道，可是却依旧还是没有动静。这时鲍相杰去守夜的时间快到了，他只好关上了家门，先出去守夜去了。辛苦工作了大半个晚上后，
鲍相杰终于在黎明时分完成了守夜的任务，疲惫地回来了。鲍相杰以为紫薇姑娘会在他家，便满怀期待地喊了几声，但家里却是空无一人。紫薇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但在他家的餐桌上，紫薇姑娘却已经为鲍相杰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饭菜。鲍相杰心里不禁非常的感动，他不禁想，要是紫薇是他的媳妇就好了。又过了几天，邻居刘大嫂的大儿子要娶媳妇了，而鲍相杰自然也去帮忙。只见那个新媳妇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鲍相杰心里便嘀咕着，和紫薇比起来还差得远呢。他也不知道那紫薇姑娘这几天确切躲在哪里，但是他每天回家都能吃到紫薇做的菜，但是却始终没有见到她本人。而此时的鲍相杰已经非常想念紫薇。晚上喝完喜酒以后，鲍相杰又要去守夜了。天快亮的时候，鲍相杰回来了。突然他听到隔壁刘大嫂家里有动静，于是便停下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谁知道是新婚夫妇在洞房里的声音。鲍相杰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心也在狂跳，但是他却还想多听听。可是那邻居家的小两口已经停了下来，开始睡觉了。鲍相杰回到家里，是既兴奋又有点不是滋味。像以前一样，鲍相杰随便洗了一下自己，看到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知道那是紫薇做的，他的心里不觉一暖。吃完饭就来到了床边，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这时他的眼睛突然不动了，怎么回事？原来他看到那个紫薇姑娘正睡在自己的床上，薄薄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也掩不住她那玲珑的曲线美，而那张白皙的脸，娇艳的五官更是让鲍相杰移不开眼睛了。鲍相杰20出头的年纪，时刻都梦想着自己能娶上个老婆，尤其是在今天，他听到了邻居那里让他久久回味的声音，简直让他无法忍受。3下5除2，不管3七21，他便扯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像那饿狼扑向食物一般，紧紧地抱住了床上的紫薇。而那紫薇被惊醒了，便赶紧反抗，还低声地对鲍相杰说：“放开他，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你不能这样对我。就算大哥愿意娶我，也得3媒6聘，而且要用轿子把我抬进门吧？你这个样子，我可是不能接受的呀。”此时此刻，鲍相杰怎么还能听得进去那紫薇的建议？他满脑子都是刚刚听到的那些让人久久回味无穷的声音，而那紫薇毕竟是个弱女子，她无法抗拒，只能任由鲍相杰轻佻。事情发生之后，那鲍相杰便疲倦地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紫薇又不见了。他于是便想，那紫薇已经是自己人了，她迟早还会回来的。鲍相杰一边快乐地想着，一边又睡着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出乎了鲍相杰的意料，紫薇姑娘是再也没有回来。鲍相杰守夜回到家后，桌上再也没有了热气腾腾的食物。鲍相杰回味着那天的感觉，想着紫薇的好处，并且到处寻找着她。但是那个紫薇姑娘似乎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不管鲍相杰怎么找，他都找不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鲍相杰真的是已经很是绝望了。时光荏苒，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这一天，鲍相杰在加班时发现了一块外观极好的天麻，鲍相杰是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他便带着那块天麻来到县城，想卖个大价钱。而他却突然在药店附近看到了紫薇，鲍相杰顿时是惊喜万分，不顾一切地冲到那紫薇的身边，双手立马紧紧地抱住了她，是又哭又笑。紫薇，我终于找到你了。但那个紫薇姑娘却仿佛不认识鲍相杰一样，慌忙大叫起来：“救命！这个登徒子调戏我，赶紧着把他拉下去，打死他！”鲍相杰听后是大吃一惊：“紫薇，你难道真的是不认识我了？”这时，几个凶狠的女人走上前来，
抓住鲍相杰并狠狠地打了他。鲍相杰是又伤心又生气，紫薇，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紫薇听后却气得脸都白了，哆嗦着指着鲍相杰说道，你们怎么还让他在这里胡说八道？快点杀了他，杀了他！那几个女人一听也慌了，如果他们不杀了鲍相杰，那么他们就会死。小姐脾气不好，她通常会惩罚几个仆人以从中取乐，再者说也是他们没有把事情办好。于是那鲍相杰便被堵住了嘴，遭到了一顿毒打。但是幸运的是，那几个女人还是知道手下留情的，不敢真的打死鲍相杰，他们只是把他打得不省人事，然后糊弄过了那位紫薇小姐。鲍相杰便被村长带了回来。当他醒来后，村长叫来郎中给鲍相杰看伤口，看到鲍相杰苏醒了，没有生命危险，村长便埋怨鲍相杰道，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竟敢去非礼那杜员外家的小姐，你是不是想要找死啊？那杜员外家的小姐的名字是紫薇吗？鲍相杰虚弱地问道。对呀，不过那是人家闺名，怎么会那么容易让外人知道呢？要不是那杜梦娘的事情，我还真的也不知道。说到这里，那村长突然感到很是惊讶，赶忙又问道，那你又怎么知道的呢？紫薇和我确实是夫妻关系了，她眼角眉梢上有颗痣，而且在她的胸前也有颗痣。鲍相杰犹豫了一会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村长一听不禁是大惊失色，赶紧上前捂住了鲍相杰的嘴，你真是不管不顾了，竟然还敢说出这样的话。看到村长的表情还是不肯相信自己，鲍相杰便挣扎着想发誓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肯定。村长却摇摇头说道，你就是发誓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我相信你，别人也不会相信你的呀。那杜员外和你比起来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的女儿怎么能和你做夫妻呢？鲍相杰听后便一下子愣住了，于是他便回忆起今天见到紫薇的情景。且不说紫薇的打扮之华丽，就连她身边的侍女都足可以证明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啊。所以他又开始认为她还真的不是那个会为他洗衣做饭的人。但是他们两个在名字和外貌上是却如此的相似，到底又是怎么个情况？还没等鲍相杰想明白，突然有衙役来了，说在街上鲍相杰侮辱了杜小姐，影响很坏，要把他抓去坐牢。鲍相杰见状，赶忙委屈地大声喊叫冤枉。而那些个衙役早已经收到了杜员外家给的银子，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听鲍相杰的抱怨的。他们根本就不顾鲍相杰的喊叫和反抗，一股脑的就把他扭进了县府的大堂上。鲍相杰只得再次向县令大人抱怨自己是被冤枉的。县令大人虽然觉得事有蹊跷，但杜家是给了他钱财的，他也已经收下了，所以县令大人看都不看那鲍相杰一眼，直接让人把鲍相杰扔进了牢房。在牢房里，鲍相杰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反复讲述关于紫薇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他，说他那是在做梦。基于人家杜小姐有一个坏脾气的狱卒，见那鲍相杰简直是太吵了，他便几次警告他要安静，所以那鲍相杰也只好别无选择，老老实实地坐在牢房里停止了叫喊，尽管是浑身疼痛。不一会儿他还是睡着了，然后那个紫薇又来了，鲍相杰不禁是喜出望外，急忙拉着紫薇，哭着求他为自己作证，说自己真的也没有撒谎，他说的全都是实话。而那紫薇却一反常态，冷笑着说道，我确实不是紫薇，我是杜梦娘啊。说着紫薇转过身，再转过身，已经变成了杜梦娘。鲍相杰见状不禁是大惊失色。就在那2个月前，已经去世的那个守夜人屈墨在守夜时，发现杜梦娘一个人路过南马庄子村的时候，见杜梦娘长得是清秀可爱，
一时激动，便将杜梦娘拖到了僻静的地方，想要进行强奸。此时鲍相杰刚刚去墓地偷了一些祭品，回来路上正好看到那驱魔的禽兽行为。然而杜梦娘大声地要求求助，鲍相杰却假装着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匆匆地离开了。其实一是因为那个驱魔很厉害，鲍相杰一直很怕他；第二，鲍相杰从村里富人的墓地里偷了贡品，如果被发现的话，他就算是不死也要扒层皮。第二天，驱魔突然间宣布他要结婚了，说晚上捡到了漂亮的媳妇。谁知那杜梦娘却是十分刚烈，直言驱魔强奸了她，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驱魔，还要到官府那里告状，并说那个鲍相杰就是证人。人们于是便都看着鲍相杰，鲍相杰便犹豫了一下，否认自己看到驱魔强奸杜梦娘，并且他还说那天的晚上一直在自己的家里睡觉，根本就没出去过。驱魔听后便满意地看了鲍相杰一眼，而那杜梦娘却一下子愣住了，她脸色苍白，恶狠狠地看了看驱魔，又看了看鲍相杰，突然她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了。然而等到那驱魔跨进洞房的时候，杜梦娘却已经上吊了。后来村长便被叫到县衙里去问话，才知道那个杜梦娘原来是杜员外家的一个庶出女儿。因为杜家的嫡出女儿杜紫薇从小定的娃娃亲的那个男子几次科举考试失利，由于受不了打击，便突然就疯了，总是拿着菜刀到处砍人。那杜紫薇是大哭大闹的，说什么都不肯嫁过去了，她真的是害怕被那个疯子给砍死。于是接下来她便和她的母亲合谋，让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杜梦娘代替她嫁人。而那杜梦娘自然也是害怕被疯子砍死的，在姑姑的帮助下才得以逃了出来。她想趁着天黑去姑姑的远房亲戚家，却又意外遇到了人面兽心的驱魔。这会儿你是不是知道被冤枉是什么滋味了？你那天看到我遇到危险，我那样无助的大声的呼救，而你不但不去救我，而且却还落井下石，让我身败名裂，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坐牢是你应得的下场。杜梦娘冷笑道。鲍相杰慌忙间想向杜梦娘求情，却突然撞到了墙，于是便猛然惊醒了，他发现自己又在做梦了。过了几天，还在牢房里苟且活着的鲍相杰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大家都说杜紫薇品行不端，名声不好，已经不是处女了，有的还说她被迫嫁给了那个疯男人。他听后于是便忍不住笑了起来。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